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25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主要谈川普总统他要组建的这个第三党。这个第三党呢，现在呢传说非常多，也就是我们在网上呢已经看到，也就是川普总统的所谓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或者是川普总统的这个注册的这个机关呢，究竟属于跟川普有什么关系呢？目前来讲还很难确认，但是呢，确实已经有这么一个组织，在联邦呢选举委员会提交了文件，然后呢注册了这么一个爱国者党。这个申请的日期呢是2021年1月22号。那么根据这个文件，网上这个文件呢，我们看到呢，爱国者党呢已经成立了，只是呢不确定这是不是川普总统呢他主导的，或者是他的支持者现在采取的一种行动。我个人感觉呢不太像是川普，因为呢川普如果是他主导那么毫无疑问来讲，这个所有的主流媒体肯定是口诛笔伐因为他们现在非常怕川普总统出来主导，所以说呢主流媒体呢现在没有呢大规模的去报道这件事。同时呢，我觉得川普总统呢他也不会那么蠢吧。目前来讲，这个共和党和民主党都希望在参议院里面开展对川普总统的弹劾案。如果说川普总统现在在1月21号就去注册这个爱国者党，毫无疑问来讲是给共和党火上浇油嘛，也就是让共和党很多想打击他的人，给这些人刺激他们，然后他们去投票支持弹劾川普，让川普以后根本不能再出任公职嘛。所以说我觉得川普不会选择这个时间，选择这个时间是非常不明智的，不排除呢是有人抢注。之所以现在要成立第三党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就是共和党呢现在已经衰败得很厉害，腐烂得很厉害。民主党由于左派思维的指导，民主党现在把美国带向委内瑞拉化，但是共和党你作为传统的保守派，你应当是维护美国的价值观可是我们在这一次大选里面可以看到，共和党里面很多建制派大佬，他们对川普都是落井下石，都是对川普背后捅刀的。所以说共和党由于他们自身他们排斥川普，打击川普，背叛川普，所以说共和党现在得不到支持川普总统的那7500万选民的支持了，所以共和党现在衰败得很快。目前来讲的话，如果是这个第三大党成立的话，很可能要升为第一大党的。因此共和党现在比民主党对川普总统要建立第三党他们更加着急。因为历史上呢，基本上美国呢一直是民主党和共和党这两个大党，曾经也有过别的党。那么有一个历史上有过一个叫辉格党，这个辉格党呢也曾经在美国历史上呢非常有名气，但是这个辉格党呢它存在的这个时间呢并不长，只有20多年，最终呢就解散了。这个辉格党曾经诞生过4任美国的总统，林肯总统都是辉格党曾经的党员。林肯总统是在辉格党这个结束以后，有了共和党以后，林肯总统是共和党的第一任总统。所以说呢，历史上呢是有过其他党派的，只是这些党派呢存续时间不长，最终就消亡了。辉格党算是已经存续时间比较长，而且是比较辉煌的，都诞生过4任总统，包括后来一任的林肯总统曾经也是辉格党的党员，就说明辉格党是相当辉煌的。但是呢，它只是在美国200多年历史上，它只占了1/10的周期，只有20多年就消亡了。那么现在这个爱国者党如果成立的话，那么对共和党将会产生一个什么结果呢？也就是说，爱国者党如果成立的话，川普总统真的来主导这个党的话，毫无疑问来讲，绝大部分原来共和党的党员都会投奔爱国者党，也就是说，共和党就接近消亡，甚至很可能很快这个共和党就走向完全的衰败。如果爱国者党能够获得绝大部分选民的支持，并且能够选出这个党里面这个大量的这些议员，在国会这个参众两院里面都占有多数票的话，那么共和党就基本就消亡了。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共和党是非常着急的。因此呢，共和党呢对川普总统就威逼利诱，因为他们都知道，马上如果是有17个共和党的参议员参与投票支持对川普总统的弹劾案的话，那么很可能共和党和民主党联手做局，就把川普这个退任总统也给他再次弹劾了。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据说呢，川普总统呢，他说他已经放弃了这个第三党组建的这个想法，是因为跟麦康奈尔呢有这么一个协议，跟麦康奈尔之间有这么一个合作。也就是说，麦康奈尔要求川普呢不准组建第三大党，也不准这个赦免阿桑奇，这样的话呢，才可以保证共和党不去弹劾川普。据说呢是有这么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呢我本人是不相信的，因为麦康奈尔就是个小人，他绝对是言而无信的。即使川普总统放弃去赦免阿桑奇，川普总统放弃组建第三大党，不代表
这个麦康奈尔不在弹劾案上对川普捅刀，他肯定是利用一切机会对川普呢落井下石，置川普于死地的。所以说，如果川普跟麦康奈尔达成什么协议，那我相信川普一定会提防的麦康奈尔，因为麦康奈尔绝对不会讲话算话。他对川普，他即使是这次弹劾放过了，他们以后也会罗列罪名，把川普送进监狱。所以说，我觉得麦康奈尔的话，川普是绝对不会相信了。但是对这个坊间已经传说那么多，说是川普总统马上就要阻挡，而且这个第三大党一旦建立以后，共和党很多议员他们就坐不住了，因为他们知道爱国者党一旦建立，有川普大量的追随者加入这个党以后，选民支持爱国者党，他们共和党的这些议员肯定下一次就不能够再获得这个连选连任了。因此呢，这些人也很着急，所以说呢，就通过媒体不断地去探川普的口风。那么根据川普总统2020年竞选的顾问叫杰森·米勒，他呢接受媒体的一个访问，就是福克斯新闻对他有一个报道，就说川普现在已经明确放弃建立第三个政党的计划，而是集中精力帮助共和党人在2022年拿回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这个丢失的席位。这个米勒呢，他就说他相信川普即将推出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呢会在未来几个月跟美国各州的这个州议会和州立法机构呢紧密合作，确保未来美国的选举公平和公民选票他们的有效性和公民投票的诚信。这是这个米勒对外界释放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米勒讲的这个话有多少成分是能够代表川普总统呢？作为他是2020年川普总统大选的一个助选顾问，他表达这个话让别人感觉到他肯定跟川普有关联。我并不认为他讲的话完全代表川普。第一个，现在川普没有指定他为川普总统对外的新闻发言人，也就是说，他仅仅是根据他自己过去跟川普总统工作上的联系来表达这个话。他认为川普总统是放弃第三党阻挡的计划，而且呢会帮助共和党拿回这个2022年中期选举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里面丢失的席位。这种说法，我觉得不排除是有策略的成分，也就是说给共和党吃一个定心丸。川普总统呢不想去阻挡，他呢要帮助共和党拿回你们已经丢掉的席位，在中期选举里面争取能够在国会两院里面获得共和党的这个多数票。这是川普总统帮助共和党。那么川普总统既然帮助共和党，你们共和党议员在2月份开始的对川普总统这个离任总统的弹劾里面，你们还能再去做这个事吗？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策略的成分更多。我不认为这个米勒的讲话说是川普总统已经放弃组建第三党的这个想法是代表川普总统真实的想法。你要知道，川普现在谁在支持他？共和党里面所有的大佬，共和党里面建制派的领袖和共和党里面绝大部分的高官，包括这些参众两院的议员，支持川普总统的人是不多的。有的人他之所以不出来踩川普，主要是什么？他觉得要维护一点共和党的脸面，维护一点共和党的利益，或者是什么？是维护他自己个人，因为他知道支持川普总统的共和党的选民非常多。这时候他公开站出来踩川普的话，很可能共和党的选民下次就不会再选他了。是从自身利益考虑，所以这些人不会公开站出来帮助这个民主党一起来支持弹劾川普。我觉得大部分人是这样去想，但并不代表这些人他们支持川普，他们拥护川普。所以说，川普总统他在这个美国共和党里面建制派里面，他基本上是没有支持率的。因此，川普总统如果放弃组建第三大党，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现在只能是告老还乡，不再染手政治。如果他从此以后就告老还乡，在家里面这个不再过问政治，安度晚年，一弄而生的话，那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川普总统如果想在美国政治上还想发挥作用，他不组建这个第三大党，他放弃阻挡的计划，毫无疑问来讲，他在共和党里面最终就是被别人作为一个道具、一个工具在使用。也就是说，你没有你自己的力量，川普他始终没有自己的力量，他想依靠共和党，他就完全打错了算盘。4年多来，川普总统紧紧地想依靠共和党对他的支持，来完成他自己重新指导美国再次伟大的这个伟大事业，完全没有成功吧？共和党在关键时候都是出卖他和背叛他的嘛。也就是说，尽管共和党里面不乏有克鲁兹、有霍利这样的议员在支持川普，但是绝大部分的议员、绝大部分的共和党的领袖，他们都是踩川普或者是背后下刀的。因此来讲，川普总统如果仍然把自己的希望期待在共和党上面，那我觉得是与虎谋皮，因为共和党早就想切割川普。他们之所以现在没有把川普赶尽杀绝，只是一个为了他们的脸面，第二个是为了他们自己个人在今后的竞选中不至于被
支持川普的所有的选民所抛弃，所以说他们从自己个人利益的角度出发，他们现在也不敢随随便便去切割川普，因为很多现象已经很明显嘛。本轮大选里面，共和党只要反川者，他们大部分在党内都受到问责的。前美国副总统切尼的女儿叫利兹，她被共和党委员会一致通过一个决议去问责，党内已经有人表示在下次选举中要挑战她。她呢现在很紧张，她不断地在这个博客上面呢来给自己做解释。亚利桑那共和党委员会高票通过一个决议，谴责他们这个州里面3个人，主要是这个州里面反对川普的3个参议员和他们的州长。所以说这种情况的出现呢，那个参议员叫格林瑞姆，也就是曾经担任司法委员会主席的参议院的这个格林瑞姆，他呢就一下子就看明白了，他就表态就说，谁想从党内把川普抹掉，谁就等于想抹掉自己。这个格林瑞姆是个很狡猾的，他讲这个话呢，你看的好像他现在是为川普总统讲话，实际上老早就被选民看穿他自己表演的把戏。在1月6号这个国会认证上面，格林瑞姆是对川普总统落井下石、背后捅刀的。他在关键的时候是站在民主党一边，站在麦康奈尔一边，对川普总统完全是否定的。所以说他那时候在真正关键的时候，在投票的时候，他背叛了川普。在这个之后，他又去说2句好话，什么谁也不能否定川普，谁否定川普就是否定自己。我看格林瑞姆就是否定自己，他讲的话你绝对不要听。因此呢，这些话呢，川普总统我不知道他听到以后他会有什么样的感想。他绝对不应该再相信共和党里面这些所谓的大佬们，他们仍然在帮助川普，他们还希望能够让川普在下一年度，就是下一任这个总统大选的2024年里面，让川普重振雄风，让川普再一次来获得共和党的提名，获得选举的资格。川普根本没有这个机会，在共和党绝对没有这个机会。共和党所有的这些建制派的大佬，他们只会在这4年中把局做死，让川普根本没有出来再竞选的资格。在共和党内是绝对不会推举川普再做共和党的候选人。所以说，川普总统如果仍然依赖共和党的话，他必然在政治上是死路一条，除非就是川普总统准备确实完全退出美国政治，不再考虑7500万支持他的选民这些人对他的期待和希望了。如果川普总统他真的是不辜负于7500万支持他的这些美国的这些选民的期待，他就应当组建第3大党，靠第3大党靠自己的力量形成巨大的优势。所有的力量都是靠自己凝聚的，依赖别人是靠不住的。川普总统如果依赖共和党，一定会失败。在他已经通过大选竞选成功，已经当选美国总统，在国家总统的地位上，他都没能让共和党全力的支持他，共和党全力的辅佐他，共和党为了他去争取本党的脸面，争取本党的荣誉，维护整个大选的公平，共和党都没有这样去做。更何况川普总统现在是一个退役的总统，是一介平民，想到共和党再从此把他这个普通的共和党员再重新把他推举成共和党的候选人，你觉得有这个可能吗？所有人都会在踩他的。所以川普总统只有靠他自己组建政党，靠他自己这个第3大党，靠全体7500万美国选民对他的支持，用人民的力量汇聚成选民巨大的选举能力，这种川普总统才有可能在这个里面脱颖而出。而且因为选民的支持，由于选民绝大部分都在共和党所在的州，那么这些州都会选举川普总统，让川普总统在美国绝大部分的州、绝大部分的选民中获得选举成功以后，他才可能在2024年重新问鼎白宫，这是他能走的唯一一条路。如果他放弃阻挡，真像他的这个顾问米勒说的，他现在就想退回家的话，他现在放弃，因为是跟麦康奈尔有默契，两人达成了什么协议的话，那么最终川普总统遵守协议，但麦康奈尔一定会撕毁协议。所有的共和党建制派大佬对川普今后就是一个利用的关系，他们不会给川普在政治上有任何翻身的机会，他们不跟民主党联手做局，把川普和川普的家人送进监狱，就已经算他们是仁慈的了。因此大家不要担心，川普总统绝对有这个智慧。川普总统难道考虑不到吗？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正在联手做局，在2月份就准备对川普总统这个离任总统，他们还需要弹劾。虽然宪法上从来没有规定对离任总统可以有弹劾这么一说，但是现在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他们有多少是遵守宪法的呢？他们明明是违宪的这种做法，他们照样去进行。他们一旦进行以后，他们就可以很蛮横的剥夺川普总统他再次竞选、再次出任公职的权利啊！所以说呢，为了粉碎他们这个弹劾的阴谋，米勒以川普总统的名义，未必是川普总统本人受益的。现在川普总统身边有人出来去说，
川普总统不可能阻挡，他已经放弃阻挡的想法，他要为了维护共和党的利益，还准备在2022年中期选举中帮助共和党拿回这个共和党在参院和众院他们多数党的地位，是支持共和党的。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烟雾弹嘛，这就是一种策略嘛。我认为策略的成分非常多，所以说对米勒讲的话，我们现在也不能采取相信。至于网上出现的这个已经注册的这个爱国者党呢，它跟川普有多少关系呢？我们现在就更很难评判了，因为显然不会是川普总统以自己个人名义真实的来注册。目前注册的这个党，我不讲嘛，有一种是可能是川普总统的支持者，他们率先把这个党注册了。那么未来如果这个党需要投靠川普总统，由川普总统担任这个党的总裁，成为这个党的领导人和创始人，那么这个党他在公开招募的时候才会再次做出说明，或者说这个党有人抢注，那么抢注的目的不排除甚至是民主党派人抢注，然后栽赃陷害川普，这种可能性也有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不能根据目前已经出现的这种现象就随便地做出一种分析，而是要看川普总统本人的动态。我个人认为，川普总统在他自己本人这个弹劾事件在最终没有结果之前，他就会贸然去搞什么阻挡，因为川普很清楚，现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正虎视眈眈的想通过弹劾的这个方式剥夺川普总统从此以后出任公职的机会嘛。因为川普明白，共和党、民主党心里面也明白，本轮大选的舞弊你是抵赖不掉的，大量的证据都摆在这里，这个邮寄选票。这个里面冒充邮寄选票里面这种不合法的行为非常多嘛。支持民主党的这个大亨叫亚马逊的总裁叫贝佐斯，贝佐斯是坚决支持民主党，曾经放下海口，愿意自己拿出100个亿而砸掉川普总统的大选。贝佐斯就是这样一个人啊。他们过去一直支持民主党所倡导的所有的方式啊，选举方式啊，包括邮寄选票的方式啊。但是贝佐斯现在报应来了。也就是阿拉巴马州有一个货仓，大约有6000名工人，就他们是否加入工会组织要进行一个投票表决。这个阿拉巴马州的这个货仓是属于亚马逊的，他们现在这个投票表决得到了联邦劳动关系董事会，他们裁定允许这个表决呢可以采用邮寄选票。这一下子呢，亚马逊的这个总裁叫杰夫·贝佐斯，他就着急了，他不希望他们的员工通过邮寄投票的方式对他们的工会进行投票。亚马逊的发言人直接跟 CNN 说，该公司正在寻求有效、公平和成功的选举，邮寄选票无法保证公平性。你看看这些左派他们是怎么做的？他们对川普总统大选之后，他们一再强调邮寄选票就是公平的，邮寄选票再多的问题他们都认为是合理的。但是现在轮到他们自己的工会选举，轮到对他们自己这个统治地位受到撼动的时候，他们就说邮寄选票不行了，要你亲自到投票站去选举，只有亲自去选举才能证实你的投票的合法性。哦，你们很清楚投票如何保证公平啊？美国投票选举又不是进行了1年，200多年投了无数次票，以前都是公平选举的啊，以前都是人工投票啊，以前都是没有机器操作的人工选举、人工投票，而且绝大部分的投票者都是亲自到投票站、亲自本人投票的哇，过去都成功了哇，为什么这次大选这个舞弊如此严重的情况下，你们说没有舞弊，说邮寄投票选举都是合理的？现在轮到你们自己选个工会组织，你们都不敢接受这个邮寄选票了，因为你们知道这个邮寄选票肯定是不靠谱的嘛。好了，现在当这个事实发生在你们身上之后，你们就开始抵赖了。所以说大家就很明白民主党做的是什么局嘛。民主党这些人他们就是在选举之前一套，选举背后一套，他们明知道有舞弊，他们就认同这个舞弊，因为只要把川普挤掉。但是轮到他们自己是不行的。大选投票之前，拜登的阵营他紧急辟谣过，包括贺锦丽，他就写过这么一个帖子，说是不会禁止页岩油的开采。他讲这个话就是希望选民们来选举他嘛，他们不会禁止页岩油开采嘛，他们不会去关闭能源管道嘛。但是拜登上台后怎么做？拜登上台后立即就关闭了加拿大通往美国的输油管道，禁止了美国的页岩油的开采。也就是拜登、贺锦丽他们骗掉选票再说，他们就是只要为了骗到选票，可以讲他们什么好话都可以说尽，完了以后他们就翻脸。所以说骗到选票才是硬道理，欺骗呢对那些被骗者来讲，我觉得是活该，因为你们愿意受拜登和贺锦丽的骗。现在拜登已经坐进白宫了，那么拜登他这个上台，大家都知道拜登根本没有治国的能力啊。他在签署那么多文件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个视频，这个视频里面你仔细听，当时这个视频里面拜登他是有这么一句话的，他说：“哎呀，
我都不知道你们叫我签这个文件，我究竟签的是什么内容啊？贺锦丽在旁边小声地跟他讲：“你签名就行了。”你看看，这就是国家的总统和副总统，也就是总统他在签字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签署的应当是什么内容，而副总统告诉他哪那么多废话，把字签了就完了。所以说，拜登和贺锦丽他们现在的这一对组合，大家就知道民主党控制的拜登这个傀儡，他就是个牵线木偶，有很多线在提着他呢。所以说，拜登你就签字就完了。但是呢，拜登呢，他控制媒体呢，他是要第一个就做的。拜登一上台，他就立即要求美国国际媒体署的署长叫派克辞职。大家都知道，派克呢是美国国际署的署长，他上任呢是川普总统提名。川普总统从提名到他正式上任，给民主党整整压了3年，一直呢国会呢通不过对派克的任命。也就是在这3年中，川普总统是完全遵守美国的法律，依照国会任命的这个正常的程序，等待到派克被最终他的任命得到国会通过。直到去年6月份，派克才得到了国会任命通过以后，他才上任这个国际署的署长。他上任以后，他是解除了一批跟共产党有勾兑的，包括美国之音的台长，包括自由亚洲的台长，也包括被他解除的美国之音的一个记者叫赵克禄，统统被他们解职了。但是仅仅几个月，卷土重来，也就是拜登上台以后，立即要求派克辞职。这个辞职他根本就没有通过什么国会。当年派克的任命是通过国会，是历经3年，但是拜登上台第一天就要求派克立即辞职，并且指定赵克禄为代理执行长。那么赵克禄上台以后，他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宣布要美国之音现在的台长、副台长和自由亚洲的这个台长立即辞职。美国之音的台长质问赵克禄：“你有什么权利叫我辞职？要叫我辞职，要依法来做，按照法律的程序来。”这时候赵克禄就直接下令要他们的那个警察，就是保安，把这个台长从办公室里面赶出去，你根本就不可以再待在这个办公室了。所以说左派就是这么做的啊。川普循规蹈矩，他任命一个署长要经过3年，要国会多次认证。但是他赵克禄，也就是拜登任命的一个代理执行长，他在几个小时就可以把所有美国之音和自由亚洲的台长立即驱逐出办公室，不愿意走就用保安把你赶走。这就是左派他的行动手段哇。所以说，你看看民主党的他这种做法跟共产党这种专制社会有什么区别？叫你走你不走，不走对不起就可以靠着你走，这是共产党的做法。你觉得民主党离共产党还有多远吗？所以说，到了现在这个情况下，很多人都应当认清，这个目前来讲，美国民主制度已经受到破坏了。美国民主制度受到破坏，并不是我们否定美国的民主制度。我多次讲过，美国它这个民主制度，它不是一个最好的制度，但是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它是有自愈能力的，它是最终能够通过自身的这个机体的调节，然后最终三权分立呢，仍然能发挥行使他们互相监督的作用。也就是美国回归伟大呢，是一定会有这个机会的。那些看不到这些机会，或者那些丧失希望的人，甚至那些愿意接受现实、投降黑暗的人，包括还有一些人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是识时务，还来教训我吴建民，认我吴建民不是时务的人。这种人呢，就是这个社会上最烂的那部分人，尤其是我们华人中，这种人非常多。这个社会呢，从来不缺跟黑暗和解的人，缺的是那些一直坚持真理，而不是依据成王败寇来活下来的人。郭文贵就是最大的典型吗？你看看郭文贵，他在大选之前，他是抛出了亨特拜登的这个硬盘门，然后跟朱利安尼、跟班农、跟他的这个路德不断地去揭露拜登，然后认为川普是肯定当选的。结果呢，大选结果现在出来了，拜登当总统了，他马上一个脸就调过来跪舔拜登，而且羞辱川普，说是川普他从来没兑现过自己的诺言，他把川普已经说成是一个从来不兑现自己诺言的人，反而他认为拜登是最想杀到中南海去，拜登才是真正反共的人。我们现在拜登政府跟我们联络的非常多，比川普总统还要多。川普总统所有过去他承诺的事情，后来他都没做呀。人家拜登总统上来了几天啊，很明确呀。现在什么情况？拜登总统跟我们现在密切接触，比川普总统的政府还积极，斩首把中南坑的几个杂毛给灭了，那是拜登总统最想干的事。你觉得川普总统要上来他有这劲儿吗？他永远没有。昨天他们还说呢，川普总统认为习近平不是他的敌人，共产党怎么消灭他的说法啊，他还是需要慎重的。他怕习近平，他害怕共产党。
咋的？我说的不对吗？这个公贵的这个脸，就是中国那些最无耻，就是我们在华人中看到的那些最多的无耻转堕的那些人的脸。就是公贵，他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我相信大家一点都不奇怪，他本来就是一个靠的成王败寇，谁赢了就投靠谁的人嘛。川普当总统，他就歌颂川普嘛；现在拜登上来，他就歌颂拜登嘛。他号召的那些蚂蚁们，大部分的蚂蚁都是被他利用完了以后，然后被他羞辱，然后被他打成伪类，然后把他赶走的嘛。其中一个最典型的，到米德兰的，到夫妻丘家门口围剿的那个海洋，你看看那个海洋，他把海洋叫成什么？他说这海洋是共产党孙子中的孙子，所有坏事都是海洋干的。海洋干那么多坏事都是配合 Sarah 曾经是他一再宣称的最主要的他蚂蚁帮的干将，现在他把 Sarah 说成什么人？ Sarah 已经是所有他这个所谓爆料革命所见到的所有坏人加起来，所有的坏都不抵 Sarah 一个零，所以 Sarah 现在就是这样的人。那 Sarah 你跟着郭文贵混，你最终就一天要帮公贵背锅，而且被公贵打成伪类，并且被公贵说成是所有人的坏都不抵你一个零。我们现在防止的就是防什么？防止 Sarah 以各种什么神啊、主啊，是吧？自由啊，他这一辈子都不知道什么叫神、叫主和自由啊。现在我更加明白这个 Sarah 的阴险毒辣啊，这个欺骗性太强了。就整个爆料革命从第一天到现在，所有遇到的坏人啊，所有受到伤害加一起不如 Sarah 个零。那个叫海洋的那个王八蛋呢，绝对是共产党的孙子的孙子啊！这是最王八蛋那个东西了，叫海洋那个，带着自己的闺女去到那儿去，然后叫那个德州去上大街，然后就把给写遗书是他出的主意，海洋，然后这个所有的这个建项目，什么大沙发、小沙发、大椅子、长椅子，全是他的。最近我们才掌握，都是这个孙子设计的这个海洋啊，这个王八蛋是必须要受到严重的惩罚的啊。他什么时候出现的？到德州抗议，到遗书，整个全程设计啊，就他会涉及到，等把钱都汇聚到一个地方，这小子给跑了，或者把Sarah给灭了啊，或者把Sarah送给见Sarah的主去了，你知道了吗？他不拿钱跑了。Sarah 已经是十恶不赦，跟着Sarah后面这个海洋，他当时在夫妻丘在米德兰时候，他义正辞严的警告夫妻丘，我是海洋。傅西丘是个间谍，现在基本可以说出来啊！你别只是时间问题啊，他傅西丘也差不多穷途末路了。他紧的话，我手头非常紧，现在非常紧，勒得我的肉疼，非常紧啊！大海，拍好，是向前拍好，人都靠你拍了啊！大海，他们要把我关走啊！海洋，海洋，非警，我们会一定用法律的手段来为我们维权。傅西丘，你听好了，回头是岸，否则你会万劫不复。要求傅西丘去做污点证人，这个海洋，你现在做污点证人的机会还来得及吗？你还能做污点证人吗？你去警告人家傅西丘，你问公贵卖命的结果就是公贵无情的把你抛弃，所有的坏事都是你一个人干的，什么写遗书，什么大小椅子都是你干的，也就是你为公贵作恶，最终公贵要跟你切割，而所有的脏水泼到你头上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海洋醒了没有醒。在整个洛杉矶，类似于海洋像王文耿这一类，整个洛杉矶的这个团队拥护公贵，帮助蚂蚁帮干的坏事，在我家门口骚扰这些人，他们总有一天都会跟海洋跟Sarah一样，只是呢这些人可能蚂蚁太小，不如公贵的眼，所以公贵还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把这些人个个打成伪类。但是到我家里面为首来骚扰的那个王文耿，他跟海洋一样，已经是公贵打成伪类的。如果这些人还不能从海洋身上吸取到教训，那你们总有一天不仅仅是被美国政府要惩办你们自己在美国违法乱纪的行为，同时公贵也会跟你切割，而且公贵会把脏水泼到你头上，最终是蚂蚁们跟你决裂，并且蚂蚁们对你一定是落井下石。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